今天去。这就是雍雪城少宗主谢许晨啊。这荣渊可是万年前堕神埋骨之地，每个时辰都会有古神怒意爆发，鞭笞元神，痛入骨髓，与神界的斩神台并称世间两处大恐怖之地。从没有人能在这儿熬过3日，而你却生生扛了7日，真不愧是传闻中的天道之子，最强剑修啊！少宗主这番容貌，可谓世间无几，令人过目难忘。我们曾在哪里见过吗？听闻你受刑7日，仍未有半分屈服，骨头倒是十分的硬。骨头这么硬，嘴唇却是挺软的嘛。可惜啊，谁让你为了修补万仙阵耗尽了灵力，如今的你破不开桑奇的封印。你呀，为了人族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，何必呢？这么好看的男人死了多可惜呀！是圣女，只要他愿意投效，我们定将他洗干净了，送到您那儿去。尊上，修仙阁使者求见。修仙阁主就如此心急，定要在本尊闭关之时派你前来。尊上实力卓然，就连受伤闭关也能化出幻影分身来见。莫非本尊的这位盟友也想借机查探一下本尊的虚实？尊上言重了。
阁主派我前来，只是想询问之前委托您办的事进展如何。谢雪尘被困荣渊7日，道心仍未涣散，无人能在荣渊活过3日。谢雪尘身上有混沌珠的线索，他还不能死。你们人族就是如此没有耐心。尊上可别忘了，若是得不到混沌珠，我们修仙阁是不会冒险帮你打开万仙阵结界的。只要结界存在，暗族就永远无法跨过2界山，踏足人界。回去告诉我主上，本尊既然已经答应了此事，便自有安排，以后莫要过问。现在能够交出你的诚意了吗？化羽丹乃稀世珍宝，世间少有，可助高阶暗族修炼出投影分身。其本体虽出不了万仙阵，但可令投影穿过结界，到达人界。人族，师父曾说过，人族虚伪，仙盟更是卑鄙。您当年就是因为相信了仙盟中人，才落入他们的圈套，痛失右臂。您恨人族，恨仙盟，反攻人界是您的夙愿。我本以为您是担心我性子跳脱，才不让我参与您的计划，但现在瞧着，您是宁愿与您最痛恨的人族合作，也不让我这个当徒儿的帮忙。看来在师父心中，我是连人都不如了。哼，你可知他是何人？仙盟中人。凭何判断？凭我知道师父想要什么。人界有一物，必须和他们合作才能夺得，那就是上古神器混沌珠。相传远古之初，世间混沌，后天地2分，方成就3界。然混沌之气并未消亡，而是化为2件神器：天命书和混沌珠，相依相克，共同维护天道。万年前，混沌珠因补天之故坠入凡尘，数千年后被人族寻得。人族建立仙盟，利用混沌珠之力布下万仙阵结界，将暗族阻隔在这暗域之内，半步不得出。混沌珠乃神器至宝，蕴含混沌之力，仙盟5派看得可紧。如今，它被存放于雍雪城珠塔。要开珠塔，必须有5派掌门谕令。您囚禁谢雪尘，不就是为了逼问仙盟谕令所在，开塔取珠吗？很好，可你只说对了一半。想要混沌珠的另有其人，既然双方都有想要的东西，那自然是要加以利用的。你去见谢雪尘，又是想要得到什么？我去见谢雪尘，当然是为了问出仙盟谕令所在，替师父分忧啊。如此说来，师父当日为了围捕谢雪尘，受了重伤，可有好转？怎么突然关心起师父了？养育之恩，无日或忘。我可一直想着该如何报答您呢。
没做什么多余的事吧？嗯？当然没有啦。尊上，吸血神上来了。不劳师傅，您安心闭关疗伤，我去对付他。去吧。许天，桑奇何在？你我真是有缘，这么快又见面了。是你。暗域圣女穆玄灵，还请少宗主多多指教。少宗主你，是在找我吗？少宗主如此心急，难道是对荣渊一吻念念不忘？你还真是一点儿都不懂得怜香惜玉呢。血之剑刺破黑夜，不负天命的书写。日落的热烈，不看一人，不畏风吹，负起天下的真烈，为这生不顾一切。这一场轮回上，燃尽的一切花开遍。你不该来这里，再不走，你的灵力就没了。这一招倒是与我心有灵犀，那就请谢少宗主挟持我一起走吧。世人常说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我亲了少宗主一下，怎么着也有10天半个月的恩情，少宗主竟全然不留情面。在荣渊，你给我吃了什么？
何必视我如敌寇呢？为了救你，我可是连清白都搭上了。当时有暗狱的刑官在，我没法同你说清。我为你吃下的药叫半日芳华，服下以后便可很快恢复全盛功力，只是需要付出一点点小小的代价。什么代价？药效只能持续半个时辰，现在恐怕已经到极限了。而且，从现在开始，接下来的10日，你都会是个灵力全无的废人了。谢雪晨，谢雪晨，我现在终于可以亲手杀你了。战影，退下。我真的很想杀了谢雪晨啊！哎呀！可是我被挟持了，他会杀了我的。所以呢？谢少宗主可不能始乱终弃呀！你是怎么？你不在，战影没了战斗欲，自然就好对付了。不过，你不好奇我是怎么从万仙阵里出来的吗？在荣渊之时，我便知你不是暗族。暗族没有心跳，但是你有。你和桑琪都是灵族。不愧是天生识窍之人，果然是感知力惊人。但你是暗域圣女，同样作何多端？喂，谢雪晨，谢雪晨，哎，你要晕也不能晕在这里啊！万一坏人追来怎么办？谢雪晨，坏人？谢雪晨，你还有脸说别人是坏人？谢雪晨。谢少宗主刚刚昏迷的时候，可喊了我的名字啊！果然是对我念念不忘呢。我们已经离开了两界山，一路上我隐匿了气息，没有人追来。此地只有你我二人，你就是喊破喉咙，也不会有人来的。你为何救我？你到底有何企图？自然是图你的人啊！荣渊一面，我对谢少宗主一见钟情，所以献上绝世灵丹助你脱困。我原本想着半个时辰也足够你逃出暗狱了，谁知你行事如此嚣张，竟直接杀到诸神宫。没办法，我只好陪你演一出被挟持的戏码了。哎呀，为了你，我可算是欺师灭祖了。暗狱我是回不去了，以后你去哪儿，我便去哪儿。你身为暗域圣女，怎可能背叛桑琪？我们从来平心而动，不讲道义，谈何背叛啊？你不信啊？那不如我告诉你桑琪的计划。他与人族有交易，想要得到混沌珠。你是仙盟盟主之子，又是雍雪城少城主。他将你关在荣渊折磨，
就是要等到你求死不能之时，自然将一切都告诉他。我说他与人族有交易，你怎么一点也不惊讶？你知不知道，仙盟之中有奸细？原来你都明白。也是，虽然万仙阵出现裂隙要修补，人所共知，不算秘密。但补阵人会在何日何时入阵，只有仙盟中人知道。桑奇设下埋伏的时机又是那样刚好，你这么聪明，自然一想便能猜到。其实那天，如果你放弃修补结界，本可以全身而退。结界破了就破了，暗族要去人界，就让他们去就好了。池特用命去护。剑修之道，你们暗域之人自然不会懂。桑奇与何人在交易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真不知道，没必要骗你。5枚仙盟玉令分别由5派掌门守护，光得到雍雪城这1枚，并没有什么用。所以我猜桑奇一定还另有计划。你看，我对喜欢的人向来毫无保留，该说的不该说的，我可都告诉你了。这妖女说话真真假假，绝不可轻信。我身上的伤，当然是我替你上了药，换了衣服。谢少宗主果然伟岸不凡，天赋异禀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如今你无灵力，我有魔功，明知不敌还要出手，难道是欲擒故纵？放开我！放？往哪里放？这里吗？大娘，木姑娘，哎，我是方才听到你们房里传出了说话声，想着是你相公醒了，我正好熬了粥，就给你们送过来了。多谢大娘了，正好我们都饿了。我跟我相公这次真是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哎呀，不麻烦不麻烦，我这荒僻，你们在这养伤啊，不怕仇人追过来。我听我儿子说，你相公伤得不轻啊，那还是在这养好些再走。正好呢，我儿子会点医术，还可以帮他换换药。多谢。不谢不谢，你有什么需要就喊我啊。好嘞。哎呀，运气真好。哎，别看了，看什么看？走了走了走了。好啦，我承认我说谎了。我跟他们说我们是私奔的小夫妻，我是有钱人家的小姐，你是落魄的江湖剑客。家里人不同意我们的婚事，还要派人追杀你，他们便收留我们了。相公，咱们看着像一对吗？之前帮我疗伤的是那位夫人的儿子。是，我承认我没有看过你伟岸的身躯，也没有帮你上药疗伤。这衣服也是托人家侯大哥帮你换的。暗族生性歹毒，灵族最会骗人。但有一句话却是真的。哪一句？喜欢你的那一句。你如今肉身受创，法相受损，与寻常凡人无异。多吃五谷有助于恢复元气。你早些恢复，不也好早些摆脱我吗？你就不怕我在粥里下毒？
你若真想害我，又何必救我？我是没有下毒，但下了药。放心，是补药。你好好睡一觉，对你的身体有好处。扔出来！让你不敢活啊！我打死你！你愿意跟我走吗？我是灵奴，也要听总管的吩咐。你才不是灵奴！你到底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？我只希望你开心。难道你是我13多年的亲爹？爹，不许叫我爹。你不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，那我叫你什么吗？反正不许叫我爹。那叫你大哥哥好吗？大哥哥。别怕，闭上眼睛。等你睁开眼睛之后，一切都会好的。快，听大哥哥的话，快去把锁灵环打开。丧气要来，快！大哥哥，是你吗？可是，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这天下之人，若生出贪嗔痴念，便会滋生出心魔。心魔之气汇聚于这虚空海，便凝成暗族，无血无肉，没有弱点。即便被打得烟消云散，最终还是会回到这虚空海重生。人族想要杀尽暗族，简直是痴心妄想。痴心妄想也是一种执念。也能生出心魔，我最喜欢了。战阳啊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我觉着吧，按照我的判断，这圣女啊，肯定是跟谢雪晨私奔了。对，可笑，私奔？这圣女是什么作风，你难道不清楚吗？绵里针，笑藏刀。表面上哄得你乐呵呵的，反手就是一刀。他何曾有过一丝真心？只怕这回他心里又在谋划什么吧。行了，尊上让我们布心魔大阵，开始吧。有心魔的地方，便都是我们的眼线。布起阵还不知道，这天下的心魔是越发多了。人呢，总是贪心不足，欲壑难填。这心魔大阵会替我们找到他们的。你又弄疼我了。你怎么又在这里？我们是夫妻啊，夫妻不就睡在一张床上吗？我们之间可能是任何关系，但绝不可能是夫妻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你睡在这儿，我去别的地方。谢少宗主，你讲讲道理啊！放手！你如今打得过我吗你？若我真要对你做点什么，你挡得住吗？乖，躺下睡觉。
我知道，你们剑修的道是宁折不弯的直，一往无前的勇。你生来不凡，小时从未受过这般折辱。若委屈顺从，恐道心不稳；若抵死相拼，又恐清白不保。末了还要落得我一句欲擒故纵，更觉羞辱，对吧？你放心，我绝不上手碰你。如果我是你，就不会选择现在回永雪城啊。能知道你入阵部署的，必然是仙盟中地位颇高之人。如今你法力尽失，回去若遇上那人，恐怕是了无胜算，对方也一定会将你置于死地的。谢雪晨，谢雪晨，你到底有什么打算？我有何打算？有必要向你交代吗？倒是你，无论你有何企图，我劝你别再跟着我。我知道你没想与我一道，但你能阻止我与你一道吗？我说过，你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我从未答应过。谢少宗主怕是忘了，我是暗域圣女，大坏人呐！我可不需要你答应。我知道你虽不惧死，但你心怀天下，要护人族。只要我愿意，全天下都是我的人质。当时在暗域，我就该杀了你。但你错过机会啦，你现在只能在我手里。穆姑娘，侯大哥，穆姑娘，侯兄，此番多谢相救，此恩，在下来日必报。嗨，不必客气。穆姑娘，咱们这地儿多产的是矮脚小马，只有1匹骏马可以日行100里。我给你买回来了，不过我跟那商人说了，要是还有好马，便来通知我。你们要是不急，便等等，多待几日等等。相公，你说呢？即使私奔，恐来人追杀，只怕会连累侯兄和大娘，此事久留不得。虽然只有1匹马，但是也够用了。此事，侯兄费心了。啊，客气了，就是举手之劳。不过今日我在集上打听了一下，没听说附近有江湖人来的消息。我们这青山集平日里外人不多，要是有江湖人来，肯定有人知道。穆姑娘，你家里人应该不知道你在这里。你们大可放心，不必着急赶路，多待几日也无妨的。我相公说要走，我自然是夫唱妇随。侯大哥，我们身上没有金银，这簪子就聊表谢意，麻烦你们了。这怎么是的？就当替大娘收下，代我谢谢她。穆姑娘，找到你了，玉影。你们设了心魔大阵，你这位侯大哥啊，对你生出了贪恋，明知不可得，却又不甘心放下，如此便产生了心魔。
既然有了心魔，便可操控。这么说，是怪我太迷人了？不过，你是怎么出来的？是化影丹，这不是它的本体，而是投影。当日万仙阵一战，光顾着打架，都没有仔细瞧瞧谢少宗主的模样。今日一看，战影说对了，是有几分姿色。打架挺累的，乖乖跟我回暗域吧。他是我的，哼，是吗？糟了，这是玉隐的贪欲牢笼。玉隐虽没有战影善战，但却极其难缠。这贪欲牢笼可以让人沉溺于自己的欲望，在极乐中死亡。谢雪晨，你小心！谢雪晨，我心口好疼，你帮我看看。这天下第一剑修果然是名不虚传呀！怎么，我模仿圣女模仿的不像吗？难道是不喜欢？暗族没有心跳，方才中箭的的确是穆玄灵，但倒下那一刻，便已换作了你。哎呀，是我大意了，忘了谢少宗主感知力过人，光靠着移形换影还是骗不了你。早知道，便该挖颗人心来用用的，真是失策呀！人最难战胜的，就是自己的欲望。你就算再强，也逃不出去。谢少宗主，你就在死前好好享受这世间极乐吧。妹妹，你在哪儿？喵喵。谢雪晨呢？堂堂暗域圣女，竟然为了一个男人挡箭，你如此护着她，难不成被战影猜对了？你当真看上谢雪晨，打算叛离暗域？你觉得呢？我便是觉得这不像你，所以才站在这儿与你说话。否则，我早将你二人的头颅收割，拿去向尊上复命。向师傅复命？你不妨用你那没怎么用过的脑子想想，若不是师傅放水，我怎么能轻易的带谢雪晨离开暗域？什么意思？你以为谢雪晨是怎么离开荣渊的？自然是有人相助啊。荣渊设有18重禁制，你哪有这个本事能够解开呀？我自是没有，是谢雪晨自己解开的。我呢，只是给了他一颗可以恢复功力的丹药。你再想想，如此珍贵的丹药，我是如何能有？是尊上给你的？是师父授意我放走他的。这样一来，我便对他有了救命之恩，便可借此跟在他身边，伺机夺取仙盟玉令。是师父授意我放走他的。这样一来，我便对他有了救命之恩，便可借此跟在他身边，伺机夺取仙盟玉令。不对。
若真是尊上有灵，又为何灭我们追杀？做戏做全套嘛，否则怎么取信谢雪晨？他可不是什么无脑的低等暗族。不过既然你来都来了，便先困住谢雪晨吧。危急关头，我自会出手救他。这样一来，他又欠我一命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世人的贪欲，往往逃不过财色名利。我倒是有些好奇，这天下第一剑修的贪欲，会是什么？小鱼干，你把剑捡起来。父亲，剑修，无论何时，都不能扔下自己的剑。孩儿知错。你是在找那只小雪猫吗？嗯。他不会再来问雪芽了。我将他杀了。为什么？你这是什么表情？父亲，雪猫虽为妖兽，但并不害人。你为什么要杀它？他是我的新朋友。修道者不能有情当以身奉道，难道你忘记了？不，我不懂。母亲说过，修道者当以苍生为己念，以济世为己任。为何不能有情？济世救人，以苍生为念，这是你的道心吗？回答我。是。好。若是如此，那更要断情绝爱。你若有了偏爱，那如何以大爱去包容众生？若有一日遇到了抉择，一边是挚爱，另一边是天下苍生，你能舍弃挚爱来救苍生吗？为什么只能选其一呢？天生石窍，亘古罕见。雪晨，你生而不凡，终将立于人界之巅乃至三界之巅。到那一日，天下苍生的命运皆系于你一念之间，情爱只会成为你的软肋，也会陷天下苍生于危难之中。既然你立的道心是以苍生为念，那么你的剑心便是一往无前，舍生忘死。你不该偏爱世间一人一物，包括你自己。这谢雪晨的贪欲牢笼，怎么和旁人不同？因为他早已无贪无欲。无贪无欲？怎么可能？修为，他已至巅峰；名利，他视为浮云。更是从小就被逼着修无情之道。这样一个连自己性命都不顾惜的人，还能有什么贪欲呢？玉影，你的贪欲牢笼，还能看到更多回忆吗？比如说10年前，他都经历了什么？圣女啊，我这是贪欲牢笼，与贪欲无关的。回看不了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也没有什么用了。圣女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都这么明显了，还看不出来吗？你要杀我？我们一同给谢雪晨演一场戏就得了，你没必要杀我吧？你如果杀了我，我的本体会感知到的。看来你是不知道，化影丹有一缺陷。什么缺陷？等你死了，你自然就知道了。你果然背叛了暗域，穆宣令你！
想不到我们堂堂谢少宗主，法相境的高人，竟会抢我一个弱女子的战利品，这可不厚道。弱女子？你在威胁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想自己厚不厚道？好嘛，给你，以后只要是我的东西，你想要都可以留着。你死了！你才死！你怎么死的？我哪知道？你不知道？他为什么要知道啊？不是，他亲自死的，他不知道，那你知道啊？哼，显然是这化影丹出了问题。本体只能感知到投影的死亡，却不知道投影死前发生的事，也不知道投影是被谁杀的。要是被我知道是哪个半吊子修士炼的丹，我非活吞了他不可。行了，大话呀就别说了。方才你出去前，那叫一个信誓旦旦、威风凛凛，说必将圣女跟谢雪辰抓回来。哼，结果呢？你厉害，那你去啊。等我修炼出投影，不用你插。虽然不知道玉影是被谢雪辰杀的，还是被圣女杀的，但能确定的是，他们之中有人下了死手。那么下次见面的时候，就不必留情面了。你就不怕他醒来以后还记得刚刚发生的事儿？一个普通的人族，万一吓疯了怎么办？不会，被暗族附身之后，前来时什么都不知道。就算有人告诉他，就算自己想万千遍，也想不起来。知道的这么清楚啊？难不成你被暗族附身过啊？谢少宗主，我刚才可是替你挡了一剑呢，就算是幻境里的剑，挨一下也是很疼的。你怎么也不关心关心我？不如你把玉影刚刚化成的那颗魔丹让我吃了，我也好增强功力啊。让你增强功力，与我有何好处？喂，你能不能讲讲道理啊？你要去哪儿？运秀山庄是吗？距离此地最近的只有2处，一是镜花宫，二是运秀山庄。镜花宫虽是仙盟5派之一，但如今你不确定内奸是谁，自然不会贸然前往。运秀山庄虽已不在仙盟之列，但却以奇巧阵法闻名于天下。听闻运秀山庄庄主研制出了传送阵，可以将人瞬息传送至万里之外。你是想用传送阵尽快回雍雪城，对不对？木姑娘，我谢雪辰不是不知恩之人，你救了我，按理说我该谢你。但我们不是一路人，你这样跟着我，等我灵力恢复之后，你我终会兵戎相见，不如从此时此刻起，各走各路。你应该知道有一个词，叫殊途同归。有路阻我，我就将路全部铲平，不就好了？你为何非要缠着我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如果我说我想要弃暗投你呢？你以为跟着桑琪很愉快吗？灵族多数遭人族驱赶、奴役，我也只是被迫依附于他。其实我早就不想待在那个鬼地方了。跟着你，
倒也有趣。也许当个普通人也挺好。那你大可直接废掉魔功，做普通人。我灵窍破损，修不了灵力。魔功是我安身立命之道。但谢雪晨，如果我愿意为了你，废了魔功，变成普通人，你会保护我吗？你以为说这些我会信？信不信都好，反正你现在也反抗不了。我也有我自己要找的答案，在我找到之前，请你好好待在我身边，谢少宗主。他们有幻影丹，咱们也有遮影簪啊。玉影已经修炼出了投影，想必吃影和战影也快了，之后的路只会更不好走。想要避开心魔大阵的搜寻，光靠隐匿气息还不够，遮影簪可以帮人掩饰容貌。旁人看到你的脸，只会当你的外貌平平无奇，过目即忘。我也有，是一堆哦，你帮我簪上嘛。真难相处。你杀过多少暗族啊？没有1000也有800。那你杀的没我多。你在记什么？记你的所喜所厌。我曾听人说，心心相印，2个人才能共度一生。何必对我这么警惕呢？从我们见面到现在，我可一直都在帮你。心心相印，然后呢？走开。修道者的心，沉明如镜，百邪不侵。然而一旦被引动心魔，便与凡人无异。在暗族面前，即便有一身的灵力修为，也会形同虚设。还是说，这就是穆姑娘想要的？我想要什么，你当真不知吗？我们见面这么久了，你怎么也不问问我是何种灵族？你就真的不想多了解了解我吗？我不问，你不照样也会告诉我？我是藤灵。小时候，我半张脸上都是藤蔓一样的妖纹。就是这半张，特别大一片，特别醒目，一般见过的人都会过目不忘。你还真是一点都不记得。
你说什么？没事。健忘。天色不早了，我们该找个驿站休息了。你不休息，马儿也要休息的嘛。苍生为念，马儿也在其中哦。谢雪晨，我也在其中哦。来了啊！小二，再来2壶酒。哎，好嘞。嘿嘿，客官您的酒啊。老板，住店。客官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今天的客人实在是太多了，现在啊只剩下1间后房。要不您和您的仆人共住1间了？不必了。那你就与我的伙计们一起住吧。甚好。好什么好？你什么眼神啊？他是我相公。哎呀，是小的唐突了，客官莫怪啊。小二，哎，有请入住天子1号。哎，好嘞，2位这边请。哎，有请。那2个人好像有些古怪，难道好似不甘不愿？难不成被挟持了？那男的看似消瘦，但精气不俗，虽然没有灵气波动，但应该是个俗世高手。而那女子看起来也不过是个普通人，没有那个能力挟持他人。听说这附近妖魔多，难不成？哎，师弟，你太多虑了。那2人只是普通人，没有妖魔之气。哎，我倒是听说此地民风彪悍，常有女子强取豪夺，逼男为妇。那女子一看就是出自富贵之家，男的虽然相貌平平，但腰窄腿长，气血两旺，定是有过人之处啊。还是师兄见识多呀。谢少宗主确有过人之处啊。客官，你慢走啊。2位，你们的房间，天字1号房，里边请。看刚才几位修士衣服上的绣纹，应该是镜花宫的修士。他们来这里做什么？难道有镜花宫的高阶修士在此？谢少宗主是不是很想通风报信啊？你到底意欲何为？你是担心我会杀人灭口？难道你不会？也许会，也许不会。不过你担心的倒也没错，我委实不算什么好人。你本就不是人。有妖气。我可早就把气息隐藏起来了。客官，慢走啊！哎，客官，里边请。高修士，哎呀，好久不见您了，来，快请坐，快请坐。是他，这是我送您的小菜啊，请慢用，请慢用。多谢。师姐，你们总算回来了。我和陆师弟已经查探过东边了，没有发现。你们那边可是遇到什么情况？宋师兄，你都不知道，我跟师姐被灵族偷袭了。啊？什么样的灵族？可有受伤？高师姐天才横溢，修为高深。有我们师姐在，当然不会受伤啦。哦，对了，就是这只不长眼的小妖兽。师姐说了，这是10大异兽之一的嗅宝鼠，它的听觉跟嗅觉都是1等1的灵敏，哪里有宝物啊，它们最知晓了。给我，来。
我跟师姐也是刚好碰到他，也不知道这个小家伙哪里偷来这么多宝贝。哇，都是上好的宝物啊！是啊，你这小鼠偷了那么多宝物，若是被剑灵司抓到，可是饶不了你哦。师姐，你好像十分中意这只秀宝鼠，你不是想把它练成灵兽吧？这秀宝鼠虽然是异兽，但看起来却十分弱小，与对敌毫无裨益，恐怕不适合当灵兽吧？对敌作战，我自己便够了，何须灵兽相助？师姐所言极是。我听闻那雍雪城的谢少宗主也是一人一剑，纵横八荒，从不借灵兽之助。高师姐和谢少宗主都是天资卓绝之人，非我等能比啊！就是。好了，我们来这儿还有任务在身，稍作休息，继续找。是。你这小鼠耳朵金灿灿的，挺可爱。秀宝鼠胆小，惊吓过度甚至会胆裂而死。你看它的耳朵，越颤越亮，看似漂亮，却是胆裂之兆。什么人？谁？在那儿。干什么？他们要上来找我们麻烦了。那是你的麻烦。都这种时候了，还分什么你我？你干什么？配合点。你们是谁呀？为什么闯进来？啊，抱歉，出去。走啊！哦，关门啊！他们身上没有灵族的气息啊。起来。我不。你说，万一他们还在门口偷听怎么办？反正戏都做到这份上了，不如我们就假戏真做，怎么样？放开我！你玩够了没有？没有啊。你们三个今天四处搜寻一下，说不定夜晚会有灵族偷袭。明日一早，我们继续去找谢雪城。好的，师姐。走。原来他们是来找你的。如今镜花宫中地位超然又姓高的女子，只有一位，那就是曾经明月山庄的大小姐，如今镜花宫公主的亲传弟子高秋明。那又如何？听说他与你有婚约啊？当着未婚妻的面儿与我同床共枕，刺不刺激啊？她不是我的未婚妻。你这是怕我误会，所以跟我解释吗？谢雪晨，你还是跟我结为道侣吧，我可比他会疼人。我从未见过像你这般厚颜无耻之人。谢少宗主说对了一半儿。我不是人，但确实有些厚颜无耻。有些？谢少宗主的心跳有点乱了，可是为我而乱吗？难不成你对我动心了？是。杀心。挺好，杀心也是心，至少你能记住我。最怕的是你不记得我。
秀宝鼠，你刚刚不都跑走了吗？还回来干什么？你是嗅到我身上有宝贝了吗？姐姐，你会说话？嗯。那你会化成人形吗？刚学会。原来是这么可爱的小姑娘呀！来，起来，坐。你父母呢？爹走了，娘在家。莫非你是偷跑出来的？你别怕，他不会伤害你的。我只是出来找爹爹的，我没干坏事，别把我送去剑灵司。娘说爹爹是世间最有钱的修士，那些宝物都是爹爹留给我的，我真的没有偷东西，真的。世间最有钱的宗门是碧霄。要送你回家吗？我的宝贝都没了，我把爹爹的宝贝都弄丢了，我不敢回家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，姐姐帮你抢回来，好吗？高秋明修为不低，别惹事。是高秋明先抢了阿宝的宝贝，我帮他抢回来，天经地义。既然是误会，解释清楚便是。你觉得他们会信吗？会不将阿宝交给剑灵司吗？谢少宗主是人修，自然替人说话。可我是灵族，自然要替灵族出头。你自觉有理，我也没有想说服你，你别管我便是。人呢？师姐，这……我就说，总觉得哪里不对。夫妻同房，哪有人穿鞋子的呀？分明是匆忙掩饰的。还好我们高师姐聪慧，看穿了你们的异常。师姐，你真厉害！哎呀，我都说了别这么着急，你就应该先脱我的鞋，再脱我的衣服嘛。你看，平白让人误会了不是？下次可要记住了。床子之欢，得慢慢来。但是呢，我喜欢。污言秽语不堪入耳，你别以为这么说我就会信了。今日便将你们和秀宝鼠一并抓了，给我拿下！
你谁呀？大晚上的还让晚上睡了？打扰了，打扰了，打扰了。竟是魔修！追！一个人修，一个魔修，勾结在一起，必定心怀不轨。今日就取了你们的首级。这位修士，我们并无恶意。少废话！久闻镜花宫万蒙催花阵大美，今日若公主素凝真亲至，或能让我敬畏3分。至于你，师姐，师姐，这个魔修深不可测，快走！想走？你这灵奴，脸上的妖纹这么恶心，还敢出来吓人？管家，去找副铁面具给他戴上，不许再吓倒人。是。快，把大小姐身上的衣服和她换了。我啊！大小姐千金之躯，你能替她去死，是你这贱奴此生最大的荣光。你拦我！你已经赢了，放他们走。若我不能，我不会让你杀人的。快走！他们刚刚要杀你，是我保护了你。他们已经没有还手之力了，你本不必杀他。为何执意动手？我本就是这样的人，凭什么他想杀我可以，我想杀他却不行？是不是独你一人想保护的才值得保护？独你一人觉得没错的才算对？师姐，我们快跑吧！可是我们这样见死不救会不会不好？我们在这儿救不了人啊！他既然敢对那魔修出手，必然是有几分把握。我们还是赶紧回师门通报吧！快走，快走！
竟然以血为鉴，你就这么护着他？我说过，我不会让你杀人的。你如今没有灵力，纵然祭出血剑，我也有100种方式可以轻易打败你。乾坤中静默的世界，明暗交叠的夜，我从混沌中来书写漫天风和雪，坠落进去的回忆，影响着不灭，流水千万遍，与我无尽，生命所见，血逐渐刺破一夜。不负天命的书写，烈火的热烈，撇开日月，不畏风雪，复习天下的炽烈，为长生不顾一切。这一场轮回下，燃尽这一世花和歌。血剑是假，迷阵才是真。你假借与我周旋，其实以血为引，布下这个迷阵。法相修士的血，本就是至纯的灵物。想必你是在与我过招之时，悄然将血洒出，逐步形成这个迷阵。一路上故意示弱，忍了我这么久，就是为了此刻吗？你完全可以布一个杀阵，布这个困阵又算什么？你救了我，不杀你，算是还恩。那我倒要谢谢你知恩图报的好品德了。你方才为何不用魔功？若是用魔功的话，那你便死了。你受伤那么重，又没有灵力护体，挡不住我的魔功。你以魔功伤人，我以血阵护人，终究殊途。这场戏便到此为止吧。我以魔功杀人是傻，你以剑杀人也是傻。我的魔功与你的剑又有什么不同？若是我真的要杀你，你早就死了。你不过是仗着我不忍心罢了。谢雪晨，你真走了？谢雪晨，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没有告诉你，你回来！姐姐，阿宝，阿宝，这次救你出来！啊！阿宝，别碰他，没用的。可姐姐，你能破开那个什么芒什么催化阵，就不能破开这个吗？法阵有4项，分别为守、困、杀、奇。一个法阵4项之力越全，则单项之力越弱。万芒催花阵4项皆有，反而比较容易破。而这玲珑家是当世第一困阵，全力以困，反而更加难破了。那万一剑灵司的人来了，那姐姐，阿宝这就去找人救你。我观察过了，玲珑家是依河图洛书所设，变幻莫测，哪儿这么容易破啊？阿
阿宝，阿宝，不会真找人去了吧？谢雪晨，你这么护着他，不就因为他是个人吗？是人族还是灵族？是我能决定的吗？什么一对儿，我才不稀罕。驾，驾。玉。公子，到了。不过，公子为何来此？旧年卜卦，知今日会在此地重逢一位故人，只是不知他还记不记得我。